听说过那个号称绝对无解的 SSS 级地下城吗？男人喝了口酒说，现在还有谁不知道那地方？无数顶尖高手前仆后继，结果全都在里面栽了跟头，连中间层都没人能进去。可谁能想到，在那最深处的地底，竟然藏着这种怪物。传闻中那个时代的战力天花板，现在就在这当最终大 boss。听说现在的勇者小队已经杀到门口了，可结果呢？这帮人连大门都进不去，这难度简直高的离谱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帮人费了半天劲，结果连大门都没摸着。系统提示直接刷屏，想进这个 SSS 级副本，等级起码得999级，这哪是打怪，这简直是劝退。勇者带头喊了一嗓子，赶紧撤，再待下去就是送死。看着这帮人灰溜溜的逃跑，男人倒是挺悠闲，他哼着小曲说，又走了一批，看来今天也没人能进得来，就算那帮勇者真有本事进来，也得先过我们这一关。这群镇守副本的顶级怪物全都是人迷的小弟，他们齐刷刷的表态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老大。人迷笑了笑说，谢了各位，不过这个地下城可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在这个 SSS 级副本里，人迷可不是什么杀人狂，他这个大 boss 反而是为了保护所有人而存在的。在人迷看来，21世纪的现实社会才是一场真正的烂游戏，规则混乱，而且玩家之间一点都不公平。这种日子他早就已经过够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你走到哪，总有人想给你排个名次，学校、成绩、公司，到处都是等级森严的阶梯，只要你爬得够高，所有人都会把你当神供着。可一旦你掉到最底层，谁都能上来踩你一脚，这种日子简直就是地狱难度。如果老老实实认命，或许还能勉强混下去，但是人迷已经不想再忍了。如果这辈子都要这样过下去，人迷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。这中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他低着头走在路上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真的太累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刺眼的强光突然袭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，一切都在这一刻彻底静止了。在一片死寂中，人迷慢慢恢复了意识，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这到底是在哪？可当他看清自己的手时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根本不是人类的手，而是一副白森森的骨架。不只是手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全身的血肉都已经消失了，胸口跳动的不再是心脏，而是诡异的蓝色火焰。系统提示冷冰冰的浮现，不死族等级5。看着自己这副白森森的架子，人迷彻底懵了，这难道是在打游戏吗？他努力回想着昏迷前的事情，明明刚才还在斑马线上，被那辆失控的大卡车正面撞上，怎么一睁眼就到了这种地方？还没等他理清头绪，眼前又刷的弹出一个提示 ：F 级地下城森林陵墓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就在他满头雾水的时候，草丛里突然钻出一个小家伙，对着他发出一声尖叫。眼前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，系统显示竟然是1级的小狼。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不会是想吃我吧？”话音刚落，小狼突然一个飞扑冲了过来，吓得人迷差点散了架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小家伙根本没有攻击的意思，反而亲昵地蹭着他的骨头架子，嘴里还发出撒娇的声音。人迷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家伙没什么威胁，至少现在看起来还挺友好的。人迷环顾四周，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草地上，微风吹过，这里安静的像个世外桃源。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狼，又看了看自己这副骨架，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没那么糟。可这种安逸还没维持几秒，眼前的系统面板突然变成了刺眼的血红色，冰冷的警告声在耳边炸响，检测到地下城挑战者。人迷还没搞清楚挑战者是什么意思，就发现怀里的小狼正缩成一团，不停地打冷战。他刚想问一句怎么了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笑声，有人在暗处低声说，找到猎物了，运气真不错。人迷猛地转过头，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是谁，一支弩箭就带着破空声唰的一下飞了过来，这一箭精准地定在了他的脑门上。谁能想到这群人下手竟然这么狠，连路边的小狼都不放过，箭矢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。久尔登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语气里全是高高在上的轻蔑。他说，今天运气真不错，又刷到了一堆轻轻松松的素材。他看着那个逐渐逼近的黑影，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彻底炸开，难道自己的命真的就要这样交代在这里吗？在一片漆黑的意识里，人迷觉得这下肯定凉透了，毕竟脑袋上挨了一箭，谁能活得下来？可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叫个不停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发现那只小狼正趴在他头顶。人迷摸了摸脑袋，发现自己竟然还没死透。更离谱的是，刚才被打断的那只手竟然也唰的一下长回来了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现在可是个不死族，只要核心还在，想死恐怕都没那么容易。看着眼前撒娇的小狼，人迷一时间有些恍惚，难道刚才发生的那些惨剧真的只是一场噩梦吗？不，他很清楚，刚才自己确实死了一次。就在意识消失的那一刻，他亲眼看到那些所谓的挑战者正残忍地剥开小狼的皮毛，甚至还要拔掉他小小的牙齿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他盯着人迷的身体，竟然笑着说，不死族的肋骨在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。还没等人迷反应过来，对方就直接动了手，活生生的把他的肋骨一根一根全部拆了下来。刚才被拆骨头的痛苦，人迷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可还没等他喘口气，系统的警报声就再次响了起来，又有挑战者闯进来了。他整个人都懵了，怎么这些人类来得这么快？要是再被抓到，肯定又要被活生生的拆成零件。不行，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就在他准备跑路的时候，发现那只小狼正躲在树后吓得发抖。人迷虽然自己也怕得要命，但还是咬咬牙冲了过去，一把抓起小狼。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把他一个人丢下。
这两个人类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，语气里全是嫌弃。在他们眼里，攻略这种低级地下城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简单。躲在树后的人迷听得真切，原来这是某种类似游戏的异世界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两个家伙一边走一边笑，竟然商量着要把这里的怪物全部杀掉，拿去卖钱做补药，甚至还计划着等杀完这些弱鸡怪消了气，晚上就去城里的红灯区找乐子。这下真的彻底懵了，人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转生到了异世界，而且还是个满地怪物的地下城。按照漫画里的套路，转生之后不都应该是开挂的英雄吗？结果轮到他的时候，剧本完全写歪了，他竟然变成了一个骷髅，还是那种在 F 级地下城里最没用的垃圾小怪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他根本不算是什么生命，在那些冒险者眼里，他只是随手就能刷掉的素材。更绝望的是，在这个地下城里，就算被杀掉，也会再次复活，然后继续等待下一次被猎杀的命运。这就是个死而复生的地狱，无论被杀掉多少次，痛苦都会重新开始。人迷紧紧抱着怀里的小狼，这种地狱般的滋味，你应该已经尝过很多次了吧？还没等人迷从恐惧中回过神，那个满身纹身的男人竟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，毫无征兆地挥起了屠刀。人迷甚至连惨叫都还没发出来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人迷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已经躲得这么隐蔽了，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？他现在根本顾不上思考，只能带着小狼在荒野上拼命狂奔。身后的两个人类就像在看什么稀奇景致一样，嘲笑这只居然会逃跑的骷髅。那个弓箭手甚至连正眼都没瞧他，随口说了句射一箭不就结了，接着就拉开了满弓，一道寒光直冲人迷的后脑勺而去。看着那只越来越近的箭，人迷心里只剩下无尽的绝望。难道这就是他的宿命吗？只能在这鬼地方没完没了的死下去。还没等人迷想明白，死神的箭矢已经破空而至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小狼重重的摔在地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。人迷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看着倒在血泊里的小狼，喉咙里只能发出破碎的哀鸣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人迷的后背被箭矢狠狠贯穿，他重重的摔在地上，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那两个人类慢悠悠的走过来，语气里全是高高在上的轻蔑。在他们眼里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危险之地，而是一个随手就能清空的垃圾场。那个战士扛着大剑，冷笑着说：“这种低级副本刷起来简直一点难度都没有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向了倒在旁边的小狼，语气平淡的就像在讨论晚饭吃什么。他说：“那就先从宰了这只狼开始吧。”就在屠刀落下的那一刻，原本到地不起的人迷突然抱起，死死抓住了那个男人的腿。这一举动把对方直接给整懵了。人迷死死盯着眼前的敌人，一字一句的警告对方，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既然这些人类觉得他好欺负，觉得这个地方可以随手清空，那他就彻底豁出去了。他要变成一个谁也无法攻克的噩梦。刹那间，恐怖的蓝色能量疯狂爆发，人迷在耀眼的光芒中完成了蜕变。谁能想到，隐藏任务竟然在这个时候触发了，不死族5级正式现身。以前的他总觉得自己这种小人物根本不重要，很多现实根本没法改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既然重活一回，他要彻底换个活法。就在这时，系统警报突然拉响，眼前的怪物竟然当场进化了。人迷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疯狂冲刷着全身，猎人整个人都看傻了。这怪物不仅进化了，甚至还长出了一张人脸。旁边的猎人却冷笑着说：“这不过是个最低级的副本，垃圾就算进化了，终究也还是垃圾。”这两个猎人还在做白日梦，觉得只要乱箭齐发，就能像宰羊一样宰了人迷。人迷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我可不会给你们机会。”话音刚落，他整个人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。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人迷已经绕到了他们身后，一巴掌将弓箭手拍飞。男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只能一边骂一边胡乱挥刀，试图挽回一点局面。可下一秒，半截断掉的刀刃直接飞向半空，那可是金刚打造的武器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人迷仅仅用那根骨质长尾，就轻而易举地绞碎了钢刀。那名猎人已经彻底疯了，一边咆哮着要杀人，一边拼命射出所有的箭矢。可接下来的画面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，那些足以贯穿岩石的利剑撞在人迷身上，竟然瞬间碎成了渣。别说受伤了，人迷身上连个印子都没留下。人迷冷冷地看着这群人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滚吧，永远别再回来。”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猎人，现在只剩下满脑子的逃命念头。他大喊着根本赢不了，连滚带爬的往副本出口冲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副本的大门开始缓缓关闭，男人跑在最前面，眼看大门就要合上，他根本没打算拉同伴一把，直接一个箭步钻了出去。身后的猎人绝望地伸手求救，求男人等等他。结果男人头也不回地骂了一句：“谁有空在这等你送死？”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，那名猎人彻底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副本的大门重重关上，这里重新回到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人迷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他喃喃自语着：“我真的做到了。”可这种胜利的喜悦并没持续多久，他脸上的神情很快沉了下去。人迷无力地跪在地上，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小狼，心里乱成了一团。这次他还能回来吗？万一他再也没法复活了该怎么办？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，地面突然冒出一阵耀眼的金光，这光亮越来越强，直接把周围的黑暗全部驱散。人迷愣愣地看着这一幕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。强光散去，小狼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，正冲着他开心地打招呼。这小家伙总算平安回来了。看到小狼平安无事，人迷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他激动地喊着：“你
终于回来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一股奇怪的感觉传遍全身，他猛地发现自己身后竟然长出了一根巨大的尾巴。这吓人迷彻底懵了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，发现除了这张脸，全身都被那种诡异的黑色装甲覆盖了。他惊恐地大叫起来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”人迷盯着眼前的属性面板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副本首领，他竟然变成了这个副本的 BOSS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与此同时，在东兜的一处秘密据点里，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一个低级副本里竟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BOSS。报信的人急匆匆地赶来，向九耳灯汇报情况，说那个不死族进化了，还触发了一个神秘任务。波多连滚带爬的跑回来报信，扯着嗓子大喊说那个副本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必须得请动龙级战力才能搞定。九耳灯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一边喝酒一边嘲讽说连个低级副本都打不通，简直是把老脸都丢光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屋里的气氛突然降到了冰点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九耳灯身后。波多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，死死盯着那个恐怖的影子。黑影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废物。还没等男人求饶，一张血盆大口已经当头落下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九耳灯，在真正的首领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首领冷冷地问他是不是一直盯着那个副本。九耳灯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。首领直接下达了死命令，让他去把那个低级副本里所有的狼全部杀个干净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首领还让他带上个新玩意儿，那是上个月刚买回来的秘密武器双生龙。在首领眼里，就算那个副本里出了 BOSS， 也不过是一堆垃圾。首领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去大闹一场吧，把那个地方给我撕个粉碎。这只凶兽已经按耐不住了，嘴里滴落着粘稠的液体，獠牙在月光下透着寒气。九耳灯打开了牢笼，对着里面的怪物命令道：既然是我的装备，就要给我派上点用场。这些怪物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九耳灯却突然变了脸。他最看不惯这种眼神，在这个世界没用的工具只有死路一条，要么被杀，要么被彻底拆解，这就是九耳灯的生存法则，冷血而且没有任何余地。在九耳灯眼里，没用的东西只能拿去卖钱，想要活命就要证明自己还有利用价值。另一边，人迷已经进入了副本，眼前的景象和他想的完全不同。这里不像个危险的巢穴，反而更像是一片巨大的遗迹，整片区域大得惊人，简直像个足球场。虽然气氛有点古怪，但既然已经来了，人迷决定先往森林深处走走看。人迷继续往森林深处走，本以为这里只是普通的荒郊野外，结果还没走几步，他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地方安静的有点过头，肯定藏着什么活物。就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，小狼崽叫了一声，草丛里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显然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躲在暗处盯着他。就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，脚边突然钻出来一个小家伙。本以为刚才那只是个意外，结果人迷一抬头，整个人都看傻了。草丛里刷刷刷又钻出来好几只，这下可好，原本冷清的森林一下子变成了狼崽子窝，满地都是这种一级的小怪物。人迷忍不住吐槽，这哪是什么凶狠的狼群啊，看着跟一群小奶狗没区别，甚至还围着他跳起了欢迎舞。人迷在森林里走着，突然注意到后面有动静，那是一片幽幽的蓝光，在昏暗的林子里显得格外扎眼。走近一看，竟然是满地的发光蘑菇。系统显示这些东西只有1级，看起来完全没有威胁。这些狼弱得跟蘑菇没区别。人迷一路上遇到的全是这种只有1级的小怪，甚至连一点攻击性都没有。看来这个 F 级副本就是专门给新手练手的地方，入场门槛低得离谱，只要1级就能进来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这里成了猎人们眼中的肥肉，谁都想来分一杯羹。还没等人迷反应过来，这群小狼突然全围了上来，对着他就是一阵乱蹭，嘴里还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。人迷愣了一下，这种暖烘烘的触感让他一时间有点失神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他们被猎人当成廉价的材料，可现在他却感受到了这些生命的温度。看着这群毫无防备的小家伙，人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保护他们。传送门附近到处都是猎人，待在这儿迟早会被人当成靶子。他招呼着小狼群，打算带他们往森林深处躲一躲。可就在撤退的时候，人迷突然愣住了，眼前的系统界面毫无征兆地弹出了红色警报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人已经盯上这里了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！系统界面疯狂闪烁红光，提示有挑战者正在强行进入副本。人迷这下彻底措手不及，还没等他带小狼躲好，副本大门就被一股巨力震开，紧接着2道刺眼的蓝光呼啸而至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。2只等级高达51级的巨兽从天而降，人迷还没来得及看清，九耳灯就嚣张地现身了。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土匪的气息，他盯着人迷冷笑，看来传闻是真的，这地方果然出了个稀有 BOSS。他根本没打算废话，直接对着双龙下达了死命令，要把人迷当场撕碎。人迷一边死死挡住双龙的进攻，一边冲着身后大喊，让狼群赶紧逃进森林。可这些小家伙已经被吓破了胆，全都缩在草丛里一动不动。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局面，人迷心里也开始没底了，只靠他一个人真的能护住这么多小生命吗？他想起之前小狼的惨状，心里瞬间凉了大半截。人迷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悲剧再次重演。现在除了他自己，没人能救下这些小生命。狼群惊恐的惨叫声响彻森林，他们正没命的四处逃窜。
看到狼群终于开始撤离，人迷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他们能安全离开，自己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。可久尔登这个疯子却笑得更狂了，在他眼里，猎物越是拼命逃跑，这场狩猎游戏才越有意思。人迷冷冷地盯着他，全身的能量瞬间爆发，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动这些狼群一根汗毛。久尔登看着眼前的人迷，就像在看一个垂死挣扎的猎物，他冷笑着下达了死命令：如果不想被当成垃圾处理掉，就要证明自己还有点用处。话音刚落，那两只被锁链束缚的巨鸟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咆哮，系统提示瞬间弹出，双龙的必杀技能已经激活。人迷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能强行操控怪物发动技能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道毁天灭地的能量光束已经迎面横扫了过来。面对这道从天而降的蓝色光束，人迷反应极快，一个侧身险些被直接命中。可还没等他站稳，眼前的景象就让他彻底傻眼了。这团看似炽热的火焰，竟然瞬间把地面冻成了坚冰。人迷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火焰，这种违反常理的攻击，意味着对手的能力远比想象中更诡异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危险的气息已经再次逼近了。还没等人迷从刚才的冰封中缓过神，双龙的第二波攻击已经到了。这次喷出的不再是寒气，而是足以融化一切的滔天巨焰。看着脚下的地面瞬间化作滚烫的熔岩，人迷在半空中拼命稳住身形，这种极寒与极热的疯狂切换，简直是要把他往死里整。看着眼前冰火交加的场面，人迷脑子里突然转过了弯，这不就是游戏里常说的大招吗？一指是冰霜吐息，另一指是熔岩烈焰。既然这些怪物都有特殊能力，那远处那个带头的强盗肯定也藏着更阴损的招数。想到这，人迷心里然起了一丝希望。既然大家都在同一个规则下玩命，那我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技能了？就在人迷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刷出了一行电子流光，系统面板竟然在这时候弹了出来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技能已解锁。人迷定睛一看，技能竟然是掌握失败挑战者的技能。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分心，这一声怒吼总算把人迷拉了回来。现在的局面可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久尔登的箭矢已经破空而至，没想到射出来的箭居然凭空不见了。人迷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记。久尔登冷笑着调侃说：“他是个挺能蹦跶的小猎物。”这下麻烦了，对方的狙击技能已经完全激活，根本没地方躲。这冷箭放的确实阴毒，箭一离弦竟然直接消失了，根本没法预判落点。人迷很快看出了破绽，只要盯着箭矢消失的那一刻，就能算出他的飞行轨迹。久尔登眼看偷袭不成，干脆直接现身，疯狂扫射，想靠火力压制，强行拿人头。但这正中人迷的下怀，他一边高速移动，一边把这些致命的箭矢引向了旁边的怪物。这下久尔登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原本用来杀人的利器，全成了帮人迷清怪的工具。这一箭居然射偏了，直接扎在了巨龙身上。久尔登不仅没打算救，反而对着倒地的龙破口大骂，嫌他是个没用的废物。人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难道不是你的同伴吗？结果久尔登冷笑一声，在他眼里，这些怪物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工具，没用的东西就该卖掉，坏了就该直接扔了。他觉得怪物生来就是工具，利用完就随手丢弃，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。但他不知道，人迷心里想的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看着那些被锁链折磨的生灵，人迷沉默了。这种冷血的逻辑，他绝对无法接受。人迷突然出手，瞬间切断了那些恶心的锁链。久尔登还没看清怎么回事，人迷整个人就像一道闪电，直接杀到了他跟前。我可从来没把他们当成工具，这一拳是替那些被你折磨的生灵打的。谁能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久尔登手里的弩箭和项圈瞬间崩碎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人迷冷冷地看着他，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，这语气简直让人绝望。久尔登彻底慌了神，对着旁边的怪物歇斯底里的大喊，命令这些畜生赶紧过来护驾。可这些怪物只是愣愣地看着，根本没有要动弹的意思。曾经百试百灵的控制手段，现在彻底失效了。这下局面彻底反转，没了武器和帮手的久尔登，在这些怪物眼里，已经从主人变成了现成的口粮。这些怪物已经完全变了样，浑身散发着和人迷一样的蓝色幽光，他们看向久尔登的眼神再也没有了恐惧和服从。久尔登还在那儿心存侥幸，试图让这些畜生冷静下来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一道毁灭性的能量冲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最后竟然会栽在这些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垃圾手里。随着一声惨叫，久尔登彻底被蓝色的光芒淹没，这就是背叛和狂妄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久尔登彻底倒下了，系统判定他攻略失败，这下可让人迷逮着机会了。他的特殊技能竟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激活条件，技能激活，现在久尔登的招式全归他了。采样成功，他竟然直接拿到了久尔登的招牌技能幽灵一击，强大的能量波动把周围的小怪物吓得够呛，一个个炸了毛似的往后退。人迷赶紧摆摆手说：“等等，抱歉吓到你们了。”看来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，在这些怪物眼里到底有多恐怖。人迷摊开手，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动手，毕竟在这些小怪物眼里，他只是个长相奇怪的同类。可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了金色面板，这可是只有终极 BOSS 才能用的专属技能。他竟然觉醒了第二个能力，可以直接往地下城里增加怪物。系统直接调出了管理面板，询问是否要把51级的双生龙塞进这个地下城当看门怪。谁能想到，这竟然是领主级别的专属技能。
只要人迷愿意，他能把这些巨龙全都变成地下城的守卫，这可是能喷火的顶级战力。要是能把他们留下来，这片地盘以后谁还敢闯？但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这些刚重获自由的小家伙，人迷轻声说：“控制你们的人已经不在了，想回外面的世界，你们现在随时可以走。”看着人迷放手的背影，这两只小家伙显然有点懵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这个人类到底想干什么。在他们的记忆里，阿尔瓦拉从来没把他们当成生命，只是关在笼子里随取随用的工具而已。只要不听话，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黑暗，必须绝对服从，连叫一声的权利都没有。可眼前这个叫人迷的男人，明明拥有更恐怖的力量，只要他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他们永远臣服。真是个奇怪的人，明明可以当主人，他却选择了放手。这种感觉好像真的让人讨厌不起来。谁都没想到，给了自由，这两只小家伙竟然不走了，他们居然想留下来，正式加入这个地下城。人迷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：“你们真的决定了吗？要跟我们一起守在这里？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客气了。”人迷直接发动领主技能，把他们正式收编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两只51级的双生龙正式成了地下城的守卫。看来传闻是真的，只要地下城里没有了挑战者，所有的怪物都能在第一时间完全恢复。这简直就是个外挂机制。刚才还伤痕累累的小家伙们，现在全都变得生龙活虎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人迷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那群熟悉的小狼。看到大家都没事，他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笑着问：“你们都还好吗？”这群小家伙一见到人迷，立马就全围了上来，蹭着他的腿，别提有多亲热了。人迷看着领头的那只小狼，心里很清楚，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撑住，这群小狼根本等不到他回来。他温柔地摸了摸小狼的头，轻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。”听到主人的夸奖，这群小家伙直接乐开了花，一个个又蹦又跳在那儿疯狂撒欢。看着他们跳起这种奇怪的舞，人迷也忍不住笑了。这大概就是劫后余生最开心的时刻吧。看着眼前这群活蹦乱跳的小家伙，人迷不由得想起了以前，那时候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，根本没有保护任何人的力量。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所有人都在，一个都没有少。他坐在草地上轻声感叹：“太好了！”这种真正守护住大家的感觉，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在往前走了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。那人悠悠地问：“你虽然长着一张人类的脸，但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吧？”人迷吓得整个人差点蹦起来，大喊着问：“你居然会说话！”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双生龙带回了一个更麻烦的消息：外面的世界已经盯上这个地下城了。人迷站在高处，看着这片暂时安静的森林，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正准备闯进这里？双生龙告诉人迷，盯上这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群臭名昭著的龙之掠夺者。在他们眼里，强大的怪物是武器，弱小的就只能当成材料卖掉。人迷听得直皱眉头，这群家伙简直就是人渣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里早就成了他们的固定狩猎场，他们迟早会杀个回马枪。而这群强盗的首领阿尔瓦拉才是真正让人绝望的存在。他靠着恐怖的武力统治一切，实力跟普通人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看着双生龙痛苦的样子，人迷知道这些回忆有多难受。他轻声向他们道谢，既然知道了对手是谁，接下来的仗就必须得换个打法了。既然危险就在眼前，人迷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他给这群小家伙出了个主意，让他们全部撤到地下城最深处去，而他自己要留下来当哨兵。他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形，发现整个地下城只有一个入口，只要他守在高处的树上，不管谁想闯进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看着这群小家伙担心的眼神，人迷蹲下身子，轻声安慰：“放心吧，我一个人应付得来。”可等大家走后，他看着自己微微发光的手掌，心里其实也没底，毕竟接下来的对手可不是抱着玩的。人迷终于搞清楚了自己这个重生技能有多逆天，只要有人在地下城挑战失败，他就能直接复制对方的本事，也就是说打败的敌人越多，他就会变得越强。这对他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，只要不断收集技能，总有一天能把那群龙之掠夺者彻底赶出这片森林，让地下城恢复往日的平静。虽然这种和平可能不会太久，但人迷已经想通了，既然有了这份力量，那就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。还没等人迷喘口气，警报声突然在脑海中炸响，系统显示地下城挑战者已经进场了。这帮人的动作比预想的还要快。随着沉重的大门被推开，一群身上纹着红龙的家伙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，带头的强盗满脸横肉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。听他们的意思，是一个叫九耳灯的叛徒偷偷带走了双生龙，首领阿尔瓦拉已经下了死命令，只要抓到他就要当众处决。人迷躲在暗处屏住呼吸，闯进来的龙之掠夺者数量多得离谱，人迷还是头一次要同时对付这么多敌人。更让人火大的是，这帮畜生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，他们居然在现场打起了赌，看谁今天杀的人头更多，把这场屠杀当成了消遣的游戏。听着这些刺耳的笑声，人迷心里的火彻底压不住了，拿别人的命当玩具，这帮家伙已经没救了。就算对方人多势众，人迷也没打算退缩，他死死盯着下方的强盗，直接开启了技能。对面人多势众，人迷心里很清楚，硬碰硬不是办法，得先废了他们的战斗力。他低声喝道：“技能启动，幽灵艺伎。”这一招讲究的就是无声无息，精准致命。他的目标不是人，而是那些明晃晃的家伙。只要毁掉武器，这群人就彻底没戏了。谁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只听见一阵金属碎裂声，这群强盗手里的家伙全都被瞬间废掉。
这下所有人都懵了，甚至怀疑是遭到了技能偷袭。男人却一脸不屑：瞧你们那点出息，这不过是个低级地下城，你还是先担心自己会怎么死吧。人迷却根本没理会他的挑衅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秘密：这群人没了武器，好像就彻底成了废人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所谓的技能全都要靠手里的家伙才能发动。要是真像我想的那样，这场仗可就好打了。对面的杂兵还没意识到危险，正吼着要发动技能，手里的长矛刚冒出点光亮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人迷直接出手，一道蓝光闪过，那杆长矛应声断成2截。看着对方傻眼的样子，人迷心里彻底有数了。既然这些技能不是人自带的，而是全靠手里的家伙，那只要把武器全毁了，这群所谓的挑战者就全都要变成废铁。人迷的攻击快如闪电，这群强盗连影子都摸不着，只能在那下嚷嚷，根本看不清招式从哪来的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家伙坐不住了，直接开了个透视挂，大喊着抓到了人迷的位置。人迷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地方的技能不光能打伤害，还能用来找人。还没等他多想，对面的重头戏就来了。一个壮汉抡起发光的长剑，吼着要让他见识一下锋刃的厉害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，人迷心里冷静得很，只要躲开那些花里胡哨的技能，这群人就拿他没办法。眼看单挑打不过，强盗们干脆一拥而上，叫嚣着要靠人多把人迷淹没。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陷阱。人迷在人群中快速穿梭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他们手里的家伙全部砸成碎片。这下全场都傻眼了，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根本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。看着人迷身上散发的能量，强盗们终于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哪是什么垃圾小怪，这简直就是个杀神。心态崩了就在一瞬间，刚才还叫嚣着要围攻的人，现在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，哭爹喊娘的想要逃命。这仗没法打了，什么宝物什么任务，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原本气势汹汹的围攻，转眼间就成了一场大溃逃。系统提示刷个不停，轮锁溜了，斯泰南也撤了，连巴尔萨泽这种高手都跑了。看着这群人落荒而逃，人迷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系统界面突然疯狂跳动，提示他的 BOSS 技能已经激活。这下连他自己都懵了，屏幕上刷刷闪过一堆提示，刚才那些强盗用的锋刃和步伐，竟然全都成了他的技能。人迷终于看清了这里的规则，只要有人逃跑，就意味着攻略失败，而那些人的技能全都会变成他的囊中之物。就在大部队落荒而逃的时候，男人这个蠢货竟然还想留下来，他冲着逃跑的同伴大喊：这就怂了吗？这可是最简单的 F 级地下城。他甚至还做着发财梦，叫嚷着要放火烧了这片森林，把里面的材料全部搜刮干净。男人现在已经彻底疯了，他一边狂叫着不杀个够，绝不离开，一边直接甩出了巨大的火球。眼看这团烈火就要砸向无辜的小怪，人迷冷哼一声，想在他面前杀生简直是做白日梦。就在这一秒，人迷直接开启了刚到手的锋刃，青色的能量瞬间爆发，引起火球就劈了过去。随着一声惨叫，人迷的锋刃直接见红，瞬间废掉了对方的一条胳膊。男人在旁边看得整个人都傻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明明是他们同伴的看家本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怪物手里？他颤抖着惊呼：这家伙竟然能偷学我们的招式！就在这时，人迷全身的蓝色能量彻底爆发，他一步步走向前，语气冰冷到了极点。他告诉男人，从这一刻起，这个地下城已经不再是你们的狩猎场。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，剩下的强盗彻底崩溃了，他们发疯似的尖叫着，连滚带爬的冲向出口，只想离这个怪物越远越好。人迷没有去追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群丧家之犬。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，就在不久前，他还是那个最底层的废物。别说反击了，哪怕只是面对一个普通人，他也只有挨打的份。那时候的他甚至会被一支普通的剑夺走性命，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可现在一切都完全不一样了。就在刚才，他面对的是一整群穷凶极恶的强盗，可这一次他没有退缩，而是稳稳地护住了身后的所有人。他轻声安慰着受惊的小家伙们，示意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随着系统面板弹出，显示挑战者人数已经清零，这片区域终于恢复了平静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龙袭者的秘密据点。佩德罗摇晃着酒杯，语气里全是嘲讽。他盯着对面的男人说：阿尔瓦拉，听说你的人在那个 F 级地下城栽了。作为龙袭者的首领，阿尔瓦拉冷笑了一声，他根本不承认那些废物是自己的手下，在他眼里，连这种低级地方都搞不定的垃圾根本没资格活在世上。他眼神冰冷地吐出一句话：没用的弱者不过是一坨烂肉而已。佩德罗听完哈哈大笑，看来还是老规矩，那些搞砸了的倒霉蛋又被你拿去喂给那条大龙了吧。他甚至有些遗憾地感叹，真可惜没能亲眼看到那条龙吃人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猛地撞开，男人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：老大，出大事了，那个 F 级地下城我们现在彻底搞不定了。听到这话，原本一脸淡定的阿尔瓦拉愣住了，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反问：哈？东都龙袭者的据点里，这帮平时横着走的家伙现在全都被吓破了胆。手下战战兢兢地汇报，那个地下城根本拿不下，对手不仅能复制技能，甚至还能把各种招式玩出花来。在他们眼里，人迷根本不是什么怪物，而是某种更危险的存在。还没等手下把话说完，坐在高位上的阿尔瓦拉终于开口了。他认为手下爬回来只是为了找借口，为突袭失败找借口。在他眼里，任务失败就意味着失去价值。他冷笑着俯视这群手下，既然带不回好消息，那就没必要再浪费粮食了。就在这帮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
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。阿尔瓦拉轻描淡写地唤醒了巨龙，直接了当地，下达了指令，该吃肉了。这帮倒霉蛋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成了老大的投喂工具。伴随着手下的惨叫声，佩德罗竟然还有兴致品酒。对他来说，这不过是一场助兴的小节目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确实透着古怪。一个垫底的 F 级地下城，根本不可能冒出什么大 boss。阿尔瓦拉在阴影中现身，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背后肯定藏着什么阴谋。毕竟连派出去的精锐都栽了，看来那个所谓的怪物已经引起了这群疯子的注意。在那帮派首领眼里，人迷根本不是什么威胁，而是一堆会走路的极品材料。这家伙满脑子都是生意，既然是前所未见的怪物，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佩德罗怂恿阿尔瓦拉亲自跑一趟，毕竟这种级别的猎物交给手下实在是太浪费了。阿尔瓦拉听完直接笑了，去倒是可以，但是城之后的分成的翻倍。看来这群贪婪的疯子已经把人迷当成了囊中之物。F 级地下城的森林陵墓，人迷正躲在树干上歇脚。刚才那场恶战消耗不小，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能量。还没等他清静多久，树下就传来了急促的呼喊声。这小家伙急得直打转，一边叫一边往树上看。人迷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，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了。结果这小东西头也不回，一个劲的往林子钻。人迷没有犹豫，立刻跟了上去，跟着这小家伙一路小跑。人迷发现自己已经走得挺深了，周围的树影越来越密。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这地方看着眼熟，不就是之前采蘑菇的那片林子吗？本以为只是带他回来找吃的，可等人迷看清眼前的景象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眼前的画面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谁能想到，在这片熟悉的林子里，竟然凭空冒出一扇发光的大门？人迷整个人都懵了。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这地方以前绝对没这玩意儿。小家伙在一旁叫个不停，似乎在催促他赶紧过去。看着这扇散发着金光的巨门，人迷心里直打鼓，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。就在指尖触碰到门的一瞬间，刺眼的金光直接炸开，整个森林都被照得透亮。还没等人迷站稳，眼前竟然跳出了系统提示，不仅确认了他的首领身份，还开启了什么地下城升级系统。人迷整个人都看傻了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一道更恐怖的光柱冲天而起，刚才还天崩地裂的动静，这会儿总算停了。人迷抱着怀里的小家伙，还没从刚才那道强光里回过神，可还没等他喘口气，那扇金色大门上突然刷出了一行刺眼的红字：系统提示，地下城升级条件未达成。这盆冷水扣得人迷当场愣住，他原本以为系统上线就能起飞，谁知道这玩意儿居然还有门槛。看来想要真正掌握这股力量，还没那么简单。系统提示写得清清楚楚，这扇大门后面是未探索区域，现在处于锁死状态。人迷这下看明白了，想要进去就必须先完成地下城的升级。可还没等他琢磨出个头绪，旁边的树丛里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尖叫，双生龙扇着翅膀猛地扑了过来。地下城居然还能升级，这事儿听起来简直太离谱了。人迷忍不住问旁边的双生龙：“这在你们这儿难道是常态吗？”结果连本地怪物都听傻了，直摇头说压根没听说过。如果真的升了级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人迷盯着眼前这扇发光的巨门，心里总算明白了，自己接手的这个地下城恐怕真的有点不一般。人迷看着眼前这扇发光的巨门，系统提示这后面是未探索区域，一个从未有人到达过的神秘空间。这扇门后到底藏着什么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还是更可怕的危险？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地方，竟然是被小狼这小家伙给找出来的？原本这里是被彻底锁死的，可就在刚才封印竟然开始自动解除。随着锁定撤销，一个叫第一神圣方舟的东西正式露出了真面目。想要拉近关系，第一步当然是问名字。人迷试探着开口，问这两位能不能把名字告诉他。结果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，双生龙两个头对视一眼，半个字都没蹦出来，眼神里全是警惕。人迷赶紧打个哈哈圆场，看来想要彻底交心真的没那么容易，双方之间还有一层厚厚的隔阂。系统警报瞬间拉响，那轰鸣声，门开了，还有别的挑战者闯进了这里。双生龙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，这不是普通的震动，而是大门正在被强行开启。突如其来的巨响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地面开始剧烈晃动。真正的狠角色登场了，龙袭者的首领阿尔瓦拉骑着巨兽强行闯入，他压根没把这里放在眼里，叫嚣着要碾碎这个地下城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统统卖掉。系统面板显示他竟然有66级，这种等级压制简直让人绝望。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龙袭者的最高首领阿尔瓦拉。人迷心里很清楚，这家伙跟之前遇到的杂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但如果现在退缩，这场地狱般的噩梦就永远不会结束。哪怕实力悬殊，人迷也决定彻底豁出去，他要在这里亲手为这一切画上句号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彻底燃起来吧。人迷这次不再保留，他要赌上至今为止学到的所有本事，跟那个66级的疯子正面硬刚。人迷这次是真的拼了，压箱底的本事全拿了出来，就是要彻底做个了断。这一招幽灵一击直接锁定了胜局。谁能想到这招必杀技竟然被正面挡下了，藏得再好也没用了，对方已经死死锁定了他的位置。阿尔瓦拉冷笑着看过来，所以你是 F 级地下城 BOSS。 阿尔瓦拉一眼就认了出来，眼前的这两个小家伙竟然就是失踪的双生龙。看样子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项圈的束缚，但在阿尔瓦拉眼里，不听话的工具就再也没有留着的价值了。
人迷直接挡在了前面，大声反驳说他们才不是什么工具。阿尔瓦拉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猎物竟然还想保护工具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，挥手示意部下直接动手。龙袭者们叫嚣着冲了上来，打算把这里的人一个不留全部杀光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直躲在后面的双生龙竟然直接发动技能，冰雹与烈焰的力量瞬间爆发，这两股完全相反的能量直接正面撞上了敌人的先头部队。双生龙的这波突袭效果拔群，龙袭者们直接被打懵了，动作全都停在了原地。人迷知道机会来了，他要在这一瞬间把这群家伙一波带走。锋刃配合上扭曲步法，双重技能叠加，人迷的攻击轨迹竟然会拐弯，这种防不胜防的曲刃直接绕过防御，把眼前的敌人成片收割。阿尔瓦拉这下彻底炸毛了，他死死盯着那两只双生龙，发誓要先宰了这两个叛徒。随着他的一声召唤，真正的怪物睁开了眼睛。阿尔瓦拉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，他要让这些怪物把同伴吃个精光。红色光芒瞬间炸裂，那个诡异的服从之环直接锁死了双生龙的脖子，那个项圈征服之戒，在这种绝对的控制面前，怪物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只能乖乖听从人类的摆布。阿尔瓦拉的残忍简直没有底线，他不仅要控制这些怪物，还要玩弄他们的灵魂。他下达了一个最丧心病狂的命令，让双生龙亲手杀掉自己的另一半。在服从之环的绝对压制下，曾经生死与共的伙伴，现在只能被迫亮出獠牙。快躲开，这一击要是中了就全完了。死亡的阴影已经彻底笼罩，面对巨龙那足以吞噬一切的血盆大口，双生龙根本躲不掉。就在他闭目等死的一瞬间，人迷竟然直接冲了上去，他要用肉身硬抗这致命的一击。谁能想到在那种绝境下，人迷竟然真的把同伴救了回来。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，阿尔瓦拉气得当场发飙，下令所有人立刻追杀。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双生龙的身体依然在不停颤抖，那是刻进骨子里的恐惧。人迷心里满是愧疚，他知道真正的噩梦还没结束，追兵已经杀到眼皮子底下了。人迷让双生龙赶紧往森林深处跑，他打算一个人留下来断后。双生龙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竟然要独自硬刚整个龙袭者军团。就在这时，树下的士兵发现了他的踪迹，无数箭雨瞬间瞄准了树梢。人迷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没事的。”人迷微笑着许下承诺，他会守在这里，直到双生龙彻底自由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化作一道蓝色闪电，直接从高处俯冲而下。面对成群结队杀过来的龙袭者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真正的死斗现在才开始。这一刻，人迷彻底爆发了，他发誓要亲手终结这一切，绝不让任何人再受到伤害。随着探测技能全开，整片战场在他眼里已经没有秘密，还剩最后10个敌人。他化作一道幽灵般的残影，在敌阵中开始了最后的收割，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，战斗的节奏快到让人窒息。人迷开启锋刃技能，整个人像收割机一样冲进敌阵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龙袭者，现在只能趴在地上怀疑人生，这家伙简直强得离谱。人迷站在满地残骸中，语气冰冷地述着：“现在只剩最后一个了。”阿尔瓦拉看着满地残局，冷冷地吐出4个字：“全是废物。”他直接下令让巨龙动真格，竞技技能吞噬强化瞬间激活，整片空间都被恐怖的气息笼罩。巨龙张开血盆大口，这一击是要把一切都彻底抹除，局面瞬间陷入了绝境。人迷这下彻底变了脸色，他没料到对方竟然还有这种技能。谁能想到最惨烈的画面出现了，巨龙发动的技能竟然是直接扑向了自己人，现场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阿尔瓦拉为了获取力量，竟然连自己的部下都不放过。人迷彻底看傻了眼，这简直就是个疯子，为了赢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。吞噬了同类之后，真正的怪物诞生了，巨龙的身体开始发生异变，变得更硬，也变得更加沉重。吞噬强化技能彻底爆发，现在的巨龙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阻挡的杀戮机器。巨龙口中的火焰已经快要压不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地下城都要保不住了。人迷知道自己必须出手，但面对体型这么悬殊的怪物，硬碰硬根本没有胜算。就在这时，他盯上了巨龙脖子上的项圈，那是唯一的突破口，只要能像上次一样打碎它，局面就能彻底反转。人迷不再犹豫，锋刃技能瞬间爆发，成败就在这一击了。这一击原本直奔要害，人迷的锋刃眼看就要劈中项圈，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阿尔瓦拉竟然直接挡在了巨龙面前，硬生生拦下了这致命一击。他冷笑着嘲讽人迷说：“区区一个 F 级的垃圾，也想打碎控制项圈？”还没等人迷反应过来，对方的技能已经激活了，红色能量瞬间炸裂。阿尔瓦拉显然不打算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阿尔瓦拉冷笑着拦在前面，想碰那个东西，先问问他手里的刀答不答应。这一招地裂阵坏，直接把地面都给掀翻了，这下人迷根本没法靠近。刚才那一击威力太恐怖了，地面直接被轰出一个大坑。眼看巨龙已经在贴脸蓄力，阿尔瓦拉笑得狂妄，觉得这下人迷必死无疑。但现在已经没时间犹豫了，人迷决定把所有技能叠加在一起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只要能毁掉那个项圈，就能守住这里的所有人。巨龙的火球已经近在咫尺，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谁也没想到的变数出现了，连阿尔瓦拉都愣在原地。原本死战的局面竟然被双生龙彻底打乱了，他们一左一右挡在人迷面前，要替他拖住巨龙和阿尔瓦拉。阿尔瓦拉这下彻底气疯了，一群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无名小卒，竟然也敢正面跟他叫板。他疯狂地挥舞着杀招，想要把这些碍事的家伙全部撕碎。局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
人迷已经彻底想好了，既然退无可退，那就干脆终结这场噩梦。他全身的能量瞬间爆发，不再有任何保留，这一招就是要彻底做个了断。他像一道闪电直冲向前，胜负就在这一瞬间。人迷的反击快得离谱，直接把阿尔瓦拉从龙背上掀翻，让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坠落。这家伙简直是个怪物，阿尔瓦拉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那个象征绝对服从的项圈，竟然真的被人迷给干碎了。在人类的认知里，怪物反抗项圈根本就是天方夜谭，可人迷刚才的动作熟练的就像已经做过无数次一样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难道他真的只是个地下城 BOSS 吗？虽然阿尔瓦拉还在狼狈坠落，但他手里的刀可还没打算就这么放下。阿尔瓦拉现在已经彻底疯了，他咆哮着要让这里连灰都不剩，要把人迷和整个地下城全部砸个稀碎。他挥舞着那把巨大的砍刀，试图用最后的疯狂来掩盖恐惧，可他根本没注意到头顶的情况，人迷已经化作一道蓝色的流星，从高空直接俯冲锁定了他的位置。人迷心里早就已经想清楚了，他要守住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守住这个属于他们的地下城。这种信念瞬间化作了恐怖的杀气，他对着下方的阿尔瓦拉大声宣告，就在这一招彻底做个了断。这一击从天而降，直接贯穿了所有的防御。阿尔瓦拉的狂妄道：“此为止了。”尘埃落定，人迷回到了那些小家伙身边，虽然累得直喘气，但他总算守住了这个家。趴在地上的阿尔瓦拉还在嘴硬，他骂这些生物只是一堆没用的材料，甚至还想挣扎着爬起来。他对着人迷疯狂咆哮，说少在那用那种眼神瞧不起人。可现在的他除了无能为力的愤怒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还没等阿尔瓦拉喘过气来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将他彻底笼罩，那是他曾经亲手锁住的巨龙。巨龙低沉的开口了，说阿尔瓦拉这辈子都在榨干别人的血汗，而他自己因为没能反抗项圈的力量，一直被锁在这个恶棍身边，这种屈服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罪过。现在这笔旧账终于要清算了。巨龙张开了深渊大口，他说要为过去的一切负起责任，亲手终结这个罪恶的源头。阿尔瓦拉这下彻底破防了，他只能无能为力的疯狂咒骂，嘴里不停喊着该死。随着最后一声不甘的怒吼，这个不可一世的恶棍彻底消失在了巨龙的阴影里。远处的人迷都看愣了，谁能想到这场战斗会以这种方式收场？系统面板显示挑战者归零，这意味着阿尔瓦拉那伙人彻底出局了。人迷看着眼前的废墟，这场恶战总算落下了帷幕。可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了一个疯狂的提示，问他要不要收编这头71级的巨龙。人迷没有直接动手，而是看着巨龙说：“我的技能可以让你成为这里的守卫，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意思了。”面对人迷的邀请，巨龙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低声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。人迷没有犹豫，直接答应了。可身边的双生龙却急得不行，觉得白白放走这么强的战力，简直是亏大了。但人迷心里很清楚，这头巨龙被项圈锁了太久，他不想再用武力去强行束缚他，他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阿尔瓦拉。既然战斗已经结束，那就让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吧。巨龙终于说出了他的打算，他要去那些屠龙者的老巢，把还被关在笼子里的同伴全部救出来。想起过去被锁链束缚的日子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只知道杀戮的畜生，那段记忆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。作为高傲的龙族，他必须用这种方式去赎罪。他张开巨大的双翼，头也不回地冲向了天际。巨龙庞大的身影遮蔽了天空，在彻底离开之前，他转过头，向人迷和双生龙郑重地道谢。随着一道强光闪过，那股压迫感十足的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看着空荡荡的天空，双生龙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他真的走了。”看着巨龙远去的背影，人迷转头问身边的双生龙：“你们两个呢？也想回外面的世界去吗？”这两个小家伙沉默了一会儿，嘟囔着说：“这个地下城奇怪怪的，但他们并不讨厌这里。”他们终于放下了之前的戒备，主动提起了那个一直没说的秘密。我叫阿塔，我叫雅塔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报出自己的真名。人迷刚笑着谢过阿塔和雅塔，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，地下城的系统界面突然跳了出来。谁能想到，因为之前那些挑战者全部失败，这个 F 级地下城竟然达到了升级标准。金色的光芒瞬间炸裂开来，系统提示音响彻整个空间，升级条件已经全部达成。看着眼前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人迷这下彻底懵了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升级的光芒还没散去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在耳边炸裂。地下城正在进阶，现在这里已经更名为森林陵墓。谁能想到这地方竟然当场升级了？人迷还没反应过来，系统提示已经刷到了眼前，眼前的地形全变了，碎石像凭空冒出来一样。人迷完全没搞清楚这所谓的副本升级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里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。一阵急促的叫声打破了沉默，小狼总算平安回来了。看他这副拼命比划的样子，显然是带回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。虽然还是听不懂这小家伙在叫什么，但人迷能感觉到他带回来的绝对是个大麻烦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了。他倒要看看这森林深处到底藏着什么猫腻。跟着小狼穿过树丛，人迷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。这些发光的蘑菇竟然全活了，正一个接一个的从土里钻出来。原来从一开始就看走眼了，这漫山遍野的竟然全都是怪物。谁能想到这扇传说中被封印的暗影之门，竟然在这个时候自动解锁了？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未知区域，真正的挑战恐怕现在才要开始。闹了半天，原来小狼一直想说的就是这个。看着这些怪物排队往门里走，人迷心里总算有底了。既然他们都是自己人，
那这扇门后面到底有什么？他现在可没理由再怂了，只要进到这里面，或许就能弄清楚这地方的真相。人迷决定带头搏一把。门后的景象完全超出了预料，竟然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地下阶梯。本以为要白跑一趟，这阶梯尽头竟然是个死胡同。但人迷很快就发现，这地底下明显埋着什么东西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周围这些蘑菇怪就开始变戏法了，他们一个个全变成了铲子的模样。这些小怪物真是帮了大忙，竟然主动替人迷把地底的东西给刨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亮瞎眼的金色光芒破土而出，副本升级的奖励终于现身了。第6神圣方舟，这东西听名字就大有来头啊！这下实锤了，副本等级只要一提升，竟然真的会刷出真金白银的奖励。看着眼前这口发光的宝箱，人迷感觉这地方越来越像个游戏了。身边的双生龙已经兴奋的不行，但冷静下来想想，如果副本等级越高，奖励就越丰厚，那这里迟早会变成人人想啃的香饽饽。到时候那些为了财宝而来的挑战者，恐怕会把这大门给踏平了。这口方舟现在看着像个宝贝，但在人迷眼里，它更像是一个烫手山芋，搞不好会把个鹿狠角色都引到这儿来。旁边的双生龙倒是挺心大，觉得以后的麻烦以后再说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看看这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，万一里面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呢？人迷盯着眼前的金光，陷入了沉思。这盲盒一旦打开，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既然躲不掉，人迷决定亲自揭晓答案。他让同伴们全部退后，这种未知的风险，他打算一个人扛。随着手掌缓缓落下，那口散发着金光的方舟终于被开启。普罗米修斯之右手，这件听名字就神力惊人的装备，就这么静静地躺在箱子里。这件神级装备的出现，恐怕要让人迷的实力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。普罗米修斯之右手，听名字这么霸气，结果拿在手里一看，竟然只是一枚平平无奇的戒指。人迷原本还没当回事，可等他看清这玩意的附加属性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饰品，而是一件自带特殊效果的神装。还没等他仔细研究，戒指里那股恐怖到炸裂的力量，就已经让他彻底说不出话了。双生龙都在七嘴八舌的打听，觉得这戒指肯定自带什么大杀四方的神技，恨不得马上看人迷秀一把。但这股力量在人迷手里却显得格外烫手。他很清楚，这玩意儿一旦发动，整个副本的人恐怕都得被卷进来，到时候局面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绝不想动用这股危险的力量。面对同伴们的好奇，人迷却选择了保密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展示戒指的要求，因为这东西背后的水实在太深了。其实不只是这枚戒指，整个副本从一开始就透着诡异。一个本该垫底的 F 级副本，竟然会莫名其妙的自动升级，种种迹象都在提醒他们，这个地方藏着的秘密恐怕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更离谱的是，这里的 BOSS 居然能强行挣脱，那种绝对无法反抗的控制项圈。现在的人迷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怪物，连敌人都开始怀疑他到底还是不是人类。但人迷根本没心思管这些，他正发愁怎么在不动用戒指的情况下把这个副本稳稳的守住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灵光一现，转头看向了身边的蘑菇。既然不能靠外物，那就只能找你们借点力了。人迷发现，只要利用好这些蘑菇的力量，就能直接修改这个副本的运行规则。他不打算继续被动挨打，而是要带着这群怪物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强行造出一个绝对安全的秘密基地。大家伙儿齐心协力，把地基挖好，再把升级留下的碎石通通堆起来，最后盖上一层厚厚的绿纸，这隐蔽性简直绝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这地下城深处，秘密基地就这样成型了，终于搞定了。人迷兴奋地带大家参观，这里不仅有藏身的地方，连逃跑的暗门和防御工事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他笑着跟这帮怪物伙伴道谢，多亏了他们这地方才有家的样子。结果这帮小家伙还挺嘴硬，明明心里美滋滋的，非要装出一副只是顺便帮个忙的样子。看着大家伙期待的小眼神，人迷大手一挥，走，带你们进新家看看。这地方就在大树根底下，四周全是厚实的土层和岩石，不管外面闹成啥样，这儿绝对是雷打不动的安全区。而且里头空间大得很，除了正门，他还专门挖了一条保命的后路，能直接通往森林深处。虽然这地儿现在看着又黑又冷，但那种莫名的安全感才刚刚开始蔓延。别说这地方还挺温馨的，人迷看着这帮小家伙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只要躲进这儿，咱们就是安全的。大家伙儿辛苦了，今晚都踏实睡个好觉吧。没一会儿，基地里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。看着伙伴们睡得这么香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虽然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还有一堆麻烦在后头，但至少这一刻，这片小小的安宁是他拼了命才守住的。以前总觉得升级这种事是为了让大家都有个容身之所，但在以前那个世界，升级这2个字简直就是噩梦，意味着跨不过去的鸿沟和卷得没完没了的竞争。不管是升学还是升职，永远有达不到的指标，就算你拼命完成了，下一个更难的目标马上就会甩在你脸上，那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头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要爬到多高才算完。但是这个世界的升级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在这里只要不断战斗，只要赢过对手，变强就是实打实的结果。这种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有了这身本事，他就能罩住更多的伙伴，不让任何人再受伤害。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，人迷站起身打算去外面转转，毕竟谁也不知道那些难缠的对手什么时候会杀回来。他顺着隧道一路往前，仔细检查着每一个角落，直到看见外面的亮光。行了，保命的出口没问题，一切正常。
人迷正走着，发现阿塔有点心不在焉，他停下脚步问阿塔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阿塔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抬头盯着他问：“老大，你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么多？”在他眼里，人迷强大的有些离谱，他忍不住想知道：“老大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”这一下直接把人迷给问住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旁边的雅塔也凑了上来：“我也想多了解你一点，老大，你有家人吗？”双生龙越问越起劲，非要打听他的家人是不是也长得这么威风。人迷一下子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半天才小声解释说：“其实我爸妈都是普通人，就算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怪物的样子。”这句话说完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。是啊，他以前也是个人类，那些关于上辈子的记忆虽然已经很模糊了，但最深处的那一幕却怎么也忘不掉。那时候的人迷又冷又饿，甚至不知道明天在哪，直到那双温暖的手把他从黑暗里拉了出来，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家。哪怕外面再危险，只要有爸妈在，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对视他如命的父母，其实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他们甚至没见过人迷的亲生父母，却给了他全部的爱，这才是他最想守护的秘密。每天出门上学，父母都会在门口送他，日子平淡却很暖和。可谁能想到天突然就塌了，一场末顶之灾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毁了，家没了，全被埋在了废墟底下，他的父母也再也没能回来。人迷看着眼前的伙伴，轻声说：“虽然我们长得完全不一样，但他们活下去的样子，一直是我最想成为的样子。”人迷一直在想，既然没有血缘也能成为家人，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像当年的养父母那样去生活？看着身边这些担心的伙伴，他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孤独的怪物，而是这群魔物最可靠的大哥。可那些挑战者哪里知道，人迷的等级根本就是个谜，他甚至能徒手捏碎系统的束缚，这实力简直强得不讲道理。虽然大家伙儿对他还是一头雾水，但阿塔心里大概看懂了，这个看起来强得离谱的男人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下城，为什么要拼了命地守护他们？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。就在这时，远方的地平线上，一座宏伟的巨型城市拔地而起，那里就是传说中的王城。在王都最隐秘的研究室里，一个大人物正闲得发慌，结果随手翻开的一封请愿书让他一下子来了精神。东斗领主竟然亲自发话，要派人去调查一个 F 级地下城，而且要求非常简单粗暴，那就是彻底摧毁它。这事儿可太反常了，一个最底层的破地方居然能惊动这种级别的势力。看来那些无聊的家伙偶尔也能送来点有意思的情报。这个穿着白大褂的家伙盯着屏幕里的情报，露出了一个让人发毛的笑。在他眼里，人迷所在的那个 F 级地下城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品。原本平静的地下城突然剧烈晃动起来，人迷和伙伴们猛地定住，这动静明显不对劲。紧接着系统发出了刺眼的红光，警告有人强行闯入。距离上次那场恶战才刚过去几个礼拜，麻烦竟然又找上门了。地下城入口处，一群全副武装的冒险者正大摇大摆地往里走，带头的那个满脸不屑，觉得这地方没什么了不起，随随便便就能通关。地下城的大门剧烈晃动，魔物们一下子全乱了套，谁都没想到刚送走一波麻烦，竟然又有新的挑战者闯了进来。看着伙伴们吓得够呛，人迷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轻声安慰大家说：“没关系，这一局我去吧。”让所有魔物都吃下了定心丸。不管来的是谁，人迷都已经做好了觉悟，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伙伴一根汗毛。他化作一道蓝色闪电，从高处俯冲而下，这股压倒性的气场让底下的冒险者当场愣住。带头的家伙非但不怕，反而兴奋地笑出了声。原来这就是传闻中那个神乎其神的地下城大 boss。 就在这一秒，所有冒险者同时开启技能，五颜六色的光芒瞬间炸开。看这架势，他们是打算靠人多势众，直接把人迷给彻底拿下了。带头的冒险者嘶吼着，让所有人一起上，要把人迷彻底拿下。看着漫天的紫色光芒，人迷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的挑战者确实比以前强了不少。6个人全都有技能，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。但他一点都没慌，反而冷静地寻找破绽。这局他赢定了，因为他身后还有必须要守护的家人。随着一声低喝，人迷的技能瞬间炸裂，大地开始剧烈颤抖。既然这群人想硬闯，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曾经让所有人绝望的噩梦，现在成了人迷手里的王牌。这招一旦彻底释放，方圆百里谁也别想站着离开。这群人终于认出来了，这根本不是他们能抗衡的力量。跑！现在想跑根本来不及。技能一旦锁定，这片区域就成了活人的禁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所有的惨叫都被瞬间淹没。这招一出，这群人彻底看傻了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反抗都显得多余。人迷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让他们滚回自己的老家。这不是在商量，而是最后的通牒。如果还有人敢再往前一步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眼看局势不对，男人立刻下令撤退。这群人现在只想赶紧逃命，但就这么空手回去，这趟差事可就白忙活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逃跑的小怪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男人冷笑一声，只要能把他带回去，这趟就不算亏。人迷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他立刻强化了视野，死死盯着那个逃跑的小东西。这玩意儿根本不是什么活物，而是一个伪装成鱼的摄像头。看来这群人费尽心思闯进来，根本不是为了通关地下城，而是另有目的。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虽然这群人逃跑了，但人迷这波简直赚大了。系统面板疯狂刷屏，各种强力技能接连到账，一口气觉醒了6个新招式，这升级速度简直离谱。
虽然不知道接下来的对手是谁，但他手里的底牌已经越来越多了。战斗刚结束，双生龙就飞过来一顿，夸！人迷看着他们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。不过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歇着。刚才系统奖励了那么多新技能，不当场试一下威力怎么行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全身的能量瞬间炸开。这新招式的威力，恐怕连他自己都要吓一跳。人迷迫不及待地激活了新技能，整个人直接腾空而起。这下他也能像鸟儿一样在天上飞了。他正得意地跟伙伴们炫耀，说这招是刚从对手身上学来的。结果帅不过3秒，身体突然在半空中失去了平衡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一头栽进了树丛里。看来这新拿到的技能还得花点时间好好练练才行。刚摔了一跤的人迷很快就摸清了新技能的门路，只要找准发力的节奏，在空中穿梭就像游泳一样丝滑。他正觉得自己是个天才，随口问了伙伴们一句，结果这回答让他当场破防。原来这2个小家伙刚出生就能把技能玩得飞起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。看来想当个合格的飞行员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原来并不是所有魔物都天生强大，但人类的弱点却更加致命。双生龙告诉他，只有魔物才能天生自带技能，人类要是没了手里的魔具，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人迷这下瞬间想通了，难怪之前只要弄断对方的武器，那些家伙就彻底没招了。掌握了这个关键情报，接下来的战斗他心里可就有底多了。一个残酷的真相被彻底揭开，所谓的人类魔具根本不是什么神兵利器，他们竟然是把活生生的魔物当成材料强行加工出来的。这真相让人迷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之前打碎的每一件武器，其实曾经都是他的同类。原来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一直都在亲手终结同类的生命，这代价实在太沉重了。看到人迷这么难受，这2个小家伙赶紧过来安慰，直言他心肠实在太软了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魔物被当成材料已经是常态。但接下来的话却揭开了一个更黑暗的真相，那些套在魔物脖子上的红圈，可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听话，那其实是一张张通往地狱的入场券，方便人类把这些庞然大物像货物一样成批运走。一旦被带上这玩意，就意味着他们彻底失去了自由，只能排着队等待被拆解的命运。说白了，魔具就是那些回不了家的魔物，哪怕死后也要被迫继续为人类卖命。这2个小家伙安慰人迷说，他之前毁掉那些武器，其实是给了同类唯一的解脱，让他们不用再受折磨。人迷听完沉默了很久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心里确实能好受一点。但他很清楚，在这个看不见光的角落，肯定还有更多未知的悲剧正在悄悄上演。既然看清了世界的残酷，人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，去守护这片地牢里的每一个同类。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，人类的高墙之内却传出了一阵狂妄的笑声。艾伦正一脸不屑，嘲讽那些无功而返的冒险者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。他冷笑了一声，既然这里已经没意思了，那正好有理由去东斗玩玩，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宝贝。而此时的东斗领主佩德罗正对着跪了一地的手下发火，在他眼里，这帮人简直没一个能打的。不过他很快就转怒为喜，甚至觉得自己运气爆棚，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传说中的大人物竟然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艾伦看起来倒是一脸轻松，甚至还调侃佩德罗这趟腿跑得挺卖力。他一边逗弄着身边的发光鱼，一边翻看着带回来的录像，嘴里还念叨着拍得不错，看他这父兄有成竹的样子，录像里肯定记录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这种超越时代的黑科技，直接把领主佩德罗给看傻了。屏幕上不仅有会动的画面，竟然还漂浮着神秘的文字。既然初步侦查已经结束，艾伦心里也有了主意，他决定不再隔岸观火，而是要亲自跑一趟。佩德罗还在那儿纳闷呢，结果一轮直接甩出一句话：“咱们得去的牢实的考察一下了。”艾伦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等他把一切都摸清楚之后，他要亲手把那个地牢彻底毁掉。刚才还玩得挺开心，人迷还在逗这几个小家伙，谁能想到这安稳日子连1分钟都没撑住。刺眼的红光突然炸开，系统警报直接拉满，显示有挑战者闯入了领地。人迷盯着入口，这次来的到底是什么狠角色？人迷环顾四周，这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，难道一轮早就躲起来了？就在他戒备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直接问他是不是这里的领主。这声音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白色的影子已经在他身后慢慢现身了。艾伦就这么凭空出现在眼前，还一脸轻松地打了个招呼。他凭空出现，人迷这下彻底警觉了，这种瞬间移动的手段，他以前连见都没见过。更诡异的是，系统竟然完全扫不出对方的信息，连个属性面板都没有。看来这次遇到的对手跟以前那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人迷盯着眼前的艾伦，直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艾伦倒也干脆，说自己就是来通关副本的，还反过来打听宝贝藏在哪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些挑战者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这里的宝藏。艾伦语气平淡地抛出一个词，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彻底清除这里。人迷听得一头雾水，根本没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艾伦冷笑着解释，一旦副本里的宝藏被挑战者拿走，这个空间就会彻底崩塌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宝藏丢了，这里的一切都会跟着灰飞烟灭。一旦副本被清空，这里所有的生命都会跟着灰飞烟灭。这就是这个世界残酷的法则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但人迷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全身能量瞬间爆发，这种事他绝对不会让它发生。艾伦看着愤怒的人迷，反而露出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，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。
艾伦轻描淡写的打了个响指，四周瞬间冒出无数发光的利刃，像鱼群一样把他死死围住。这阵仗确实有点吓人，艾伦手里的武器多得数不过来。人迷一眼就看出了局势的凶险，既然对方打算靠数量压人，那他也顾不上保留了，必须得想个法子硬碰硬。人迷想的挺好，打算一边躲闪一边消耗艾伦的武器，只要把这些利刃全部折断，局面就能反转。可一轮却笑得一脸轻松，好像早就猜到了他会这么干。还没等人迷喘口气，那些刚被击碎的利刃竟然原地复活，数量一点都没减少。人迷这下彻底懵了，刚才那一套连招打上去简直是在刮痧，艾伦竟然一点伤都没受。艾伦站在利刃丛中冷笑着说，看来你这种路数遇到我算是碰到克星了，一个对斩击和击剑免疫的敌人，他该怎么抗拒？一道恐怖的寒光从天而降，瞬间把整个战场冻成了冰窖。人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发现这股力量竟然来自阿塔。这小家伙护主心切，直接使出了大范围的杀招。雅塔也释放冰焰技能，让人迷站在原地别动。就在局面乱成一团的时候，艾伦盯着双生龙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看来这头龙的身份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。漫天的激光像雨点一样砸下来，阿塔在空中拼命闪躲，好几次都差点被直接贯穿。这密集的火力压得他根本喘不过气。艾伦盯着阿塔看了半天，突然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，本该套在脖子上的控制环竟然不见了。他笑着问阿塔，你们这些从猎龙者手里逃出来的怪物到底是怎么重获自由的？阿塔根本没打算回答，直接俯冲下来准备封住他的嘴。艾伦却一点都不慌，甚至还有心思调侃对方没心情聊天。就在艾伦分神的一瞬间，人迷直接发动了幽灵一击，整个人化做一道蓝色闪电，快到肉眼根本捕捉不到。本以为这一招能直接定胜负，谁知道艾伦竟然在最后关头硬生生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。他落地后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调侃人迷下手实在是太狠了。人迷胸口的能量核心彻底爆发，他死死盯着眼前的艾伦，警告艾伦离自己的朋友远点。艾伦却慢条斯理地摘下墨镜，语气轻松地说，你现在太上头了，需要冷静一下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艾伦留下一句后会有期，整个人就彻底消失在黑暗中，这让人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系统界面随即弹出提示，挑战者数量已经归零。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竟然就这样结束了。人迷站在原地一脸困惑。人迷原本想趁机复制艾伦的技能，结果系统竟然提示没有任何技能可以获取。按照他以前的经验，只要击败对手就能掠夺力量，然后不断升级变强。可这次的规则竟然失效了，那个艾伦明明就在眼前，却像个根本不存在的幽灵。如果连最核心的能力都派不上用场，接下来的路恐怕要比想象中难走100倍。系统里全是刺眼的未知，查不出底细，也看不透技能。这种级别的对手，他还是头一次遇到。虽然对手暂时退场了，但人迷心里清楚，真正的麻烦根本没有解决。艾伦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正面硬刚了。不管接下来的规则怎么变，他都打算彻底奉陪到底。就在计划进入关键时刻，艾伦却突然变卦了。他告诉佩德罗，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原来他盯上了地下城里的那条双头龙。对他这种疯狂的研究员来说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实验素材。毕竟地下城一旦被彻底清理，里面的怪物也会跟着一起消失。他绝不允许这种宝贝就这样白白浪费掉。一听说艾伦要动手，佩德罗的贪婪本性立马藏不住了。他不仅想抓双头龙，还想把地下城领主也一并活捉。在他眼里，这些怪物全是能换成真金白银的宝贝。为了赚钱，他甚至愿意提供无限量的装备和人手。艾伦根本没把这些条件放在眼里，只是冷冰冰地警告对方，千万别拖他的后腿。为了让艾伦放心，佩德罗拍着胸脯保证，这次找来的人绝对靠谱。